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你们的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前几天在 Reddit 上面看到了一篇帖子，这篇帖子是一个正在学习中文的人发的。他说，我学习了中文10多年了，但是还是很难和母语者开展深度的长时间的对话。当时我看到这一篇帖子的时候，我就特别能够感同身受。我对我的日语学习也有一样的感受。我已经学了日语10多年，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大多数时候也都是自学，但是好歹也已经学了10多年。而2年前呢，我的日语的水平只是停留在能够有一些简短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水平。虽然我的听力和阅读都还不错，但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母语是中文，所以这对我认识日本汉字有一些帮助，以及我从小看日本动漫，所以我的听力水平也还可以。但是我的口语就很糟糕。但是当时我是想自己能够在未来去日本居住一段时间的。如果我想真正让自己沉浸在日本的文化当中的话，我就必须要会说流利的日语。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提升自己的日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的水平，让自己能够和母语者有深度的长时间的对话。那在过去的2年里，我做了几件事情，而这些事情的确是帮助我提升了日语的口语水平。而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这样一个水平，但至少现在的我可以和日语的母语者有各种各样的话题的讨论，并且时间可以很长。虽然如果太长的话，我会觉得很累，因为我需要不停地想内容，以及想怎么说，以及语法等等。但是相比较2年之前，我的日语口语水平是有了巨大的提升的。那我就想在这里和你分享，我具体是做了哪几件事情，让我自己突破了我的口语的瓶颈期的。总的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你需要在保持自己输入的量的前提下，去提升自己输出的量，也就是 maintain your input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your output。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用英文稍微翻译了一下。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初学一门语言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大量的输入，比如说阅读，比如说上课，比如说
学习单词和语法等等。但是当我们到了中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输出水平。那输出指的是写作和口语，也就是 writing and speaking。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写作。其实现在我们练习写作非常的容易，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 AI 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纠正错误，并且给我们解释。我的话呢，就是在使用 ChatGPT， 然后呢，每次我就让 ChatGPT 帮我做2件事情。第一，纠正我所写作的内容里边的错误，并且给我解释为什么这些错误要这样改正。第二，把我所写作的内容用一种更加接近于母语者的表达方式来重新写作。而写作的练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主题。像我的话呢，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其实每天我只是把自己日记的内容翻译成日语，那这样我就不用去想我今天要写作什么样的内容。我以前的话呢，每天会花10多分钟来决定今天要写什么内容。本来写作其实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那如果我再花10多分钟仅仅拿来思考写作什么样的内容的话呢，就有一些得不偿失。所以我很推荐你使用自己平时会用自己母语来写作的内容，然后把这个内容翻译成你想学习的语言，然后呢，再让 ChatGPT 或者是别的一些 AI 的工具来改正、修正你的语言错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会重复的去犯一些错误，或者不知道怎么说一些你想说的内容，而这些错误也好，不知道怎么说的内容也好，就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材料，因为它们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实际和母语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不知道的内容，或者会犯的错误等等。所以这些内容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材料。那第二个输出的事情和方法呢，就是对话，也就是口语。那怎么练习口语呢？我有3个小的方法来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那第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尽量和他人用你的目标语言去交流，也许是和这个语言的母语者，也许是和正在学习这个语言的其他的学习者去交流。重点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多说。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1对1上课。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找到这个语言的母语者来给自己上课。这样的1对1的课呢，它的好处就在于你能够有一个及时的反馈，然后这个老师给你营造了一种舒适的环境，让你不害怕
犯错。那如果你犯错了，你的老师也会给你指正，告诉你你犯了什么错误，你应该怎么说等等。这个方法和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补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和不是老师的母语者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指正你的错误，也许是他觉得不太礼貌，或者说他没有这个习惯来指正你的错误。那其实你就比较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真正的提升你的口语水平，尤其是如果你想表达正确的使用正确的语法，使用更地道的词汇等等。所以找一个1对1的老师来练习口语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第三个提升口语的小方法呢，就是做影子练习，也就是 shadowing。 这个其实在语言学习领域里是一个很常见，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学习方法。操作的方法其实也不用很复杂，那就是你找到一篇有母语者朗读的文本，那你看着这个文本，然后听这个母语者的朗读，然后呢自己跟着这个朗读来读文本上的内容。这非常的有用，因为它可以训练你的嘴部肌肉，让你的嘴部适应说这个语言的方式。那久而久之，你就能够反射性的说出一些内容，而不用过多的思考。所以3个提升自己口语的方法，一个呢是和其他学习这个语言的人或者母语的人来进行语言交换。第二呢就是和母语者1对1上课。那第三呢就是做影子练习。如果你能够坚持这3件事情，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写作练习，你的语言水平和输出水平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那除此之外呢，我还非常建议你使用 Anki 来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所积累的词汇放到 Anki 里，然后呢慢慢的去反复过这些内容。那到最后你可能会犯的错，以及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说的内容，就能够得到解决了。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当你在提升输出水平、输出的量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是需要持续的输入的，不管是阅读也好，看电视剧也好，玩这个语言的游戏也好，输入的水平是不能下降的。那以上呢，就是我过去2年我在做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帮助我的日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还是会持续的做这样一些事情，希望当我去日本的时候，我能够流利的说这个语言。我也希望你的中文口语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如果你还有关于其他语言学习的问题的话，
欢迎告诉我，我们一起进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